太香了，我不断的在疯狂的咽口水，真的很漂亮啊，爆浆啊！兄弟们，我们又来盘和牛了。上次的和牛上线以后就翻车了，然后做了一个退款不退货的处理哈。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学习，我们今天再战和牛，然后找了一个专业的和牛贸易商钟总，这次呢肯定能为大家带来性价比高、产品质量过硬的牛排，肯定翻不了车了。要是翻车了，钟总背这个锅啊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啊，上脑我们就不卖了，就做常规的西冷跟眼肉，这是两个比较经常吃牛排的部位吧，是吧？传统牛排。对，传统牛排部位。那这些呢，就是钟总为我们推荐的性价比高的产品，我们切开来看一下好不好？好啊，这块是 WR8家的558厂的西冷啊，这个肉在市场上算好了吧？算非常好的。上一次呢，我们切的是1.2的，太薄了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我们要切2厘米的。新手的话建议就是2厘米啊，如果厨艺比较高的话，越厚越好吃。那这个就是选号了嘛？对，这就是选号。现在调到2厘米。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纹啊，这个 WR 的花纹非常漂亮，它是纯种和牛。纯种和牛啊，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漂亮吗？这个品牌基本上都是跳级的货，这个也是损耗的，对吧？那这个回头可以怎么处理？很多了以后可以做个特价福利啊，这个拿回去做那个什么烤肉粒啊什么的。不建议版型的话，一样可以切牛排，一样可以切。不建议这个不好看，就是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嘛，这两块你看油边有差啊，同一条肉的不同位，它切面都是不一样，有点差距。它是自然生长的，这种油边这么厚的呢，要修掉，包括前要修。对，修一下。哇，西冷这么修的话，损耗真的很大。平均应该损耗达到多少？整体来说的话是15%以上，15%以上啊。来看一下这个肉，修完以后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油边就去了很多了，非常漂亮。这3块肉呢，切出来它的版型呢看起来是不一样，但是呢它是同一块西冷切出来的。端头的这个呢是靠近眼肉了，它的这个走势就有点像眼肉了。然后中间这个是最标准的西冷了，尾巴这个是有点像豚腰肉盖了，是吧？对。现在切的是 WR8家的这个眼肉啊，这个是端头的。切下来，我来切一下，能切下来吗？可以试一下，我试一下啊。均匀一点走。这个切完不能切坏掉啊，切坏掉一片很贵的，一片成本就是200多的，切花可以看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尾巴还是得专业的人来吧，要是等下我的手被搞进去了，给这个牛排增加了肌混蛋白啊。给大家对比一下。两端是不一样的，这叫什么？眼肉眉，眼肉眉，这叫眼肉心，对，是吧？对，这就标准的眼肉。然后这个是两端，一端是靠近西冷的，一端是靠近上脑的，等于说是头尾跟中间是不一样的，有区别啊，对，每一块肉都会有点区别。这种就可以直接还我了。这种还要再修一下，稍微修一下。那你们这个确实修了可以，那个眼肉的损耗比西冷会少很多吧？少很多，大概在多少？眼肉大概在10%。这个修完以后还是很漂亮的，油边小了很多。现在切的是3叶草的 M4到5的西冷啊，这个油边就比刚才那个 WR8家的就厚一点了啊。这个油边得修啊，修这个肯定要修，修啊，你这就靠你把控了啊。很关键问题，这损耗太大了。要是那个 WR 拿来这么切的话，是因为疼死掉啊。WR 一般没这么多油，没这么多油边。OK， 这个就我们刚刚切的2个部位、3个等级的肉，来给大家对比一下啊。现在这个肉整体有点解冻氧化了，它就比较鲜红，拿到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黑，对啊，氧化一下就比较亮啊。来对比一下，正常现象。0-3的西冷。就是4-5的西冷啊，花纹明显是有差距的啊。这个是纯种的 WR8家，其实比很多9的都还要好。对，它这个品牌跳级的货很多，但是我们还是当他们8在卖。然后这个是眼肉，这个是0-3的，这个是4-5的，这个是 W， 对，8家的，花纹还是差距还是挺明显的，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上一次我记得是45、67、45好像都看不太出来啊。对，上次那个视频我也看过啊，感觉那一区的选品是有点问题。哦，就是它每个品牌它的品质把控都不一样啊。对，所以说导致了它那个有的好的品牌它就不会掉级，差的品牌它可能看起来就不太。就是好的品牌概率低一些。哦，可以。那我们今天这个拿去试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直接在这个加工厂门口开搞了。这个肉应该解冻的都差不多了啊。正常的肉解冻完它是有一点点这样子会有纹路，会散开的，你看。原切肉才会这样。对，原切肉要教大家要怎么解冻这个东西啊，解冻的时候这个包装要给它剪开来，反正它那个气压是正常的状态。
哦，这样子的解完出来的牛肉就最大程度的保保留它的汁水。对，最好还是要放在保鲜里面去，撕开以后放一晚上，这样子解冻最好。当然着急吃的话，就直接这样泡水冲了啊。对啊。如果说解冻完以后牛肉有血水啊，用这个厨房纸洗一下，千万不能来洗啊，千万不能用水冲，一冲就坏掉了，一冲会散，冲一下而且味道也不一样了。对，我们先从低等级的开始啊，从 M3的开始啊。煎牛排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它的温度一定要高一点，锁住它的水分。这个给它放在烤，好吧？等下对比一下炭烤跟这个煎出来的有什么差别？放面，我觉得野肉 M3的就已经很香了，已经闻到香味了。奶香的，它里面搞已经形成高化层，就是要等它，哎，这样子可以，这样对，这样子可以。能不能跟我们就是大家和牛的水很深？为什么？整个肉制品的水都是非常深的，比如说它可以货不对版，说的很好听，然后发的不是那个东西。就你看到的不是这个东西，而我卖的 M5的，可能花的是 M3的。对，还有比如说它可以改包，它可以把一些临期的肉、过期的肉。换一个新的生产日期，然后再发给我们。还有就是冰鲜的肉也可以冻起来，冰鲜的和牛，市场上有冰鲜的和牛，如果说卖不掉也可以冻起来。对，他把那个冰鲜的快要到保质期的和牛，他就给冻起来，然后再卖给我们消费者。所以你们如果在我们这边看到了，一定要保证看到肉怎么样就发出去，这个是最关键的。对。哇，这个 M3的煎呢，你看我刚才是一点油都没放 ，M3的野肉油都这么丰富了。焦化层形成以后就要关小火了。如果想吃熟一点的，就小火慢煎多煎一会儿；想吃生一点的，就焦化层形成以后直接把火关掉，用余温给它煎熟就可以了，差不多了。可以。其实很简单，拿下来切一下就知道。如果说切进去的话，你觉得它的这个肌溶蛋白太多，你就再煎一下就可以了，应该是可以的。你看。这个已经是8、9成熟了，7成熟，很熟了。这才7成熟，中间这个差一点，这块应该是很熟了。来，眼肉这块眼肉应该是很熟了，哇，太香了！我不断的在疯狂的咽口水，全熟了，全熟了。先吃西冷吧，西冷的口感可能比不上这个眼肉啊，它的风味会更足一些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西冷汁水，哇，滴下来，粉丝先吃粉丝先，你也是我的铁粉，来，你先吃，怎么样？汁肉也很多，简简单单的加一点点这个黑胡椒海盐啊，加太多。西冷会比较有嚼劲一点，这个后路它汁水特别多，会爆浆。西冷它口感本身就会比眼肉会柴一点啊，对，它的肉的纤维会比眼肉粗一点。这个 M3的眼肉，这个是真的全熟，非常熟了，熟的不要的。汁水跟那个西冷差的还有点多，对，它这个熟度不一样。你看这两个，这个呢是差不多7成熟西冷，这个眼肉已经全熟了，汁水都不一样，这个完全没汁水，所以呢建议还是煎的这种7成熟，会爆汁，特别好。刚才吃完了 M3，然后是4/5的，这一次我们煎的不要那么熟一点，这个铸铁锅煎牛排是最好的，大家放在那里煎啊，先不要动它，等它上一下焦化层。其实有条件的话，最好炭烤的来先锅里面分个边，先分个边。4、5的这个已经很漂亮，花纹非常漂亮。出这样子的血水啊，我们就可以给它翻面了。这个焦化层还可以吧？很漂亮啊！哇，你这个 M5的一个人这么大眼肉都吃不了一块，吃不完一块。得2个人。这个西冷烤的也有点出血水，给它翻一下。还是差一点，焦化层这个还得多烤一下，再给它翻个面。这样差不多了，火给它关掉，用这个铁锅的余温再给它加热一下，我给它拿出来切进去看一下啊。最成熟了吧？还可以啊，有一点点粉，7、8成熟吧。煎的时候最好是煎成刚才这种状态，会爆浆啊。这个西冷应该差不多了，哎，就是要烤成这样子，这样子漂亮。拿过来切一下看一下，切进去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个还是还没熟够，它再放一会儿的话，它应该也会熟一下。对，来尝一下，来，你尝一下。原汁原味的，猛料可以。汁水更多一点。我觉得这个的油脂明显比刚才 M3的要好很多啊，多很多，很明显。吃到嘴里那个油，很明显，很明显。眼肉给它切一下，这上面是眼肉没，中间也可以一样。这个眼肉绝对好，这个眼肉跟刚才那个就有很大的差别。来，刚才这个煎太熟了，肉全白了，它汁水都没了。这个你看粉粉的，快就加，还有很多汁水，看到没有？很香。
香，这个和牛真的不能煎太干，对对对啊，不能煎太一定要老有一点点汁水，非常棒。其实我还是喜欢就是这个系列，你看哦，它这个带有一点点筋，然后边上带有一点点油，我觉得这样子是最好。这个有人喜欢吃嫩的，有人喜欢吃带对，有嚼劲的我就喜欢这样子。哦，好吃，这汁水好多啊！它去了你的风味更足一点。哎，我觉得这个4、5的就很好了。 4、5是和牛那个分水岭，你是吗到4、5的话，其实到6、7的话也吃起来是差别不大的。那4、5就可以了啊。接下来我们试一下这个一般的木酒的和牛，没有这么漂亮。这个是纯种和牛，这个一定要烧到冒烟，烧冒烟，这个不得了啊！这个等级绝对是1级棒啊！这个也把它放进去烤。兄弟们，有一说一哈，今天这个牛肉我能吃得出来，明显的感觉到就是0-3跟4-5，一吃就有很大的区别。上一次那个不是我说自己啊，差距还是品牌选择也很重要。对，上一次那个就完全4、5、6、7吃的没有明显的感觉，就酒的会有感觉，就还是有一点点差距。但今天这个0-3、4-5差距太大了，香味啊、汁水啊，有一说一，真都有差距太大区别。这个现在汁水有这么多出来，差不多了。是不是？这个焦化成可以吗？对，它这个油脂够均匀，很漂亮。这个鸡人呢也差不多了吧？哇，这个烤的，这个太漂亮了，这个真的。刚才有没有感觉炭烤的会比这个铁锅煎的会更有烟火气息一点？的话会更香一点，香一点，木炭的香味也会融进去。可以了，来，接下来看一下啊。哇，太熟了，哎，还可以，汁水还有啊，还有，还是有汁水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煎的其实已经挺熟了，汁水还是很多。这个系列爆浆啊，吃一块吧，来，就这样吃一块，这个原味的，吃个原味的试一下。还是很嫩，非常嫩，真的很漂亮，有油脂有筋膜，是啊，非常嫩，跟那个4、5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这个价格跟那个4、5差几倍了？翻1倍吗？翻3倍，翻3倍啊！啊，差3倍，一入口就感觉会化开了那种，对，太屌了，这个太屌了。那有一说一，这个吃2块就腻。对，也吃不了多，1块的话可能你可以分几次吃。看一下这个野肉啊，看一下几成熟啊。哎呀，硬件的问题，也熟了，换在锅里换太久了。锅里面这个铸铁锅的油温很高了，这个汁水，不得了，真的不得了，又煎翻车了，放在那里该吃的时候。这个翻车了也好吃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。找人强迫我一下，有没有消化愿意让我强迫我一下？原汁原味，我先来整一个啊，你先吃一下试一下，有没有特别的惊艳？因为甜味感觉是吧？天哪，太屌了这个！我觉得它跟西人口感两个嫩度差不多，因为它这个煎的比西卤还要熟啊。这个肉真的是非常好吃，但是也吃不了多。我个人没有单独去吃这个，这样一条一条吧，差不过5条，太腻了，好吃，很香，汁水很多。哇！不能常吃，偶尔吃。哎，不过说实话啊，就我整体吃下来，个人推荐4-5的就已经足够屌了。这个价格翻了3倍，但是它的体验感真的完全不一样。条件允许的可以试一下，偶尔试一下。对，偶尔试一下。0-3的也很好吃，但是呢，跟4-5的比一下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。对，但它价格确实是划算很多。那就货的品质你要帮我把控好。这个我们自己也试过了，以后不管是哪个品牌的，你一定要先试好。品质就对标这个，我今天这个品质绝对换不了车。好吃，只有亲身的就是体验对比过，你才知道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的。品牌真的是很重要。如果买1公斤的觉得价格贵的，小伙伴可以考虑一下一整条，你可以拉身边的朋友一起买，会合算很多。这样的话就运费就省了很多。对，你可以去就是外面的那个冻品市场上去问一下，他们这种品质、这种等级的价格的话，可以对比一下，我们有没有卖贵。好，这些东西，记得点赞关注我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